为师真的错了吗？往事不可追，夫子对前尘理当释怀，一切还需往前看。沈姐，您是说我当时能够快刀斩乱麻，不与那孤女纠缠，生活就能与我重归于好？夫子，弟子听闻承旨大人才貌双全，又是出名的情痴护妻，可料桑师叔余生所得的幸福，远非夫子能比。眼下夫子不能释怀，全因陈故自若罢了。弟子愚见，情深则往，往则多虑。若能放手，则不虑不往，更不应记前尘。若夫子再纠结下去，桑师叔业已成婚，你要如何自处呢？这样吧。是。您就该早些歇息了，熬夜伤身呢。是我。林将军，这别院附近是不是有狼？狼？昨夜听到狼嚎了，可凄厉了。阿阳，双双，快看，这马好生高大，怎么一夜之间换成了驱马啊？驾车用马是有讲究的，若是在城内用车，用身量齐平车做的小马即可；可若是要出城郊游，马匹身量最好在伞盖与车舆之间，这样不会颠簸，也不容易出危险。一切还是要以安全为重。还是子师兄考虑周到，多谢子师兄。对了，怎么不见单剑兄？他恐怕是被狼吓着了，一夜未睡好了。单剑，单剑，你为何不去榻上睡觉呀？夫子，你终于醒了。单剑，你这嗓子怎么了？昨天晚上喝多了。单剑，为师教过你的，做人还是要节制一些的嘛。哎，单剑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去与他诉说我？现已天光大亮，父子愿意去，便去吧。舍得回来啦？黄甫仪可对你说什么了？三叔母怎知皇甫大夫留宿了我们一晚？他送信来告知，我怎能不知？他这个人啊，坏得很。当年如此辜负三叔母，如今还厚着脸皮来纠缠你，
皇甫仪也非坏人，不过是聚集全天下男子烈性于一身罢了。哼，娘娘，这女子在世，姻缘不过是人生的一道风景，成败离不开得失二字。这日后，无论遇到何情何景何人，都莫要为男人放弃了自己，不值得。三叔母的教诲，娘娘谨记于心。不过三叔母放心，我和楼瑶定会好好的，除非山崩地裂，否则定会知足常乐。你呀，留步吧。三叔母，娘娘给你修的热水池子，你要记得每日都要泡上一泡，这样才能睡得香。还有，叔母腿伤虽已痊愈，但还需要衣食复查，切不可怠慢。等娘娘回去，给你坐个轮车，到时候再叫人给你送来。娘娘，你放心吧，有三叔父在，一定能照顾好你叔母的啊。但是你回家以后一定要听你阿父阿母的话，别再讲了。三叔父也多听三叔母的话吧，莫要整日胡思乱想。娘娘，照顾好自己，别忘了叔母给你说的那番话。现在倒是知道依依惜别了。当日只身去华县，走时连头都不知道回一下。夫人何以知道袅袅离别时不曾回过头啊？难道夫人偷偷地追过去看过他？时辰不早了，准备启程吧。大兄、四父，一路多保重。你们也多保重啊。不是。走吧。启程，上，下，撤，撤。少商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！这么看去，倒令我心中百感交集。想当初楼瑶便是如此，追着咱们的车来华县，如今又追着袅袅的车回都城，只不过来时，袅袅还对他不假辞色，这走时，却已经亲密无间，真是世事难料啊！这便是京城之志也，就像你与我。摘到了吗？哎，给我，给我，给我！你看我簪这朵花可好看呀？好看。若是文家阿兄见了，肯定会喜欢的。哎，菊花，菊花，可不敢这么称呼，那是圣上名讳，说不得。阿元，就算你摘花与我簪发，我也不会嫁给你的。你若是再说这种话，我就叫我阿兄用棍棒将你打出去。阿兄，阿兄，阿。阿元，你瞧，这就是我堂兄家
那个吃白食的侄子。哦，侄子，给女公子见安了。这些年，因年景不佳，食不糊口，他就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投奔我阿兄来了。女公子怜贫惜友，子侄们感恩戴德。女公子今日看起来气色甚好，虽近日来春寒乍暖，但羊肉羹还是要继续用的。你只管好自己便是了，轮得着你对我指指点点的？当年圣上征伐时，崔侯便是先行官，一路过关斩将，从不畏惧生死。我听闻此次崔侯亦是打探军情归来。崔侯也是真心惦记女君，每次少主公来，10次倒有8次能遇见他。女君连少主公是自己的亲子都不记得，又怎会领受崔侯的殷勤？他倒也不是什么都不记得，嫁人前的事还是依稀记得一些的。他此时此刻当自己还是刚及笄的小女娘，以为崔侯还是那时青梅竹马的玩伴呢。阿兄啊，你叫我莫在背后非议，这陈年旧事，你倒是记得比我还清楚些。朝阳侯怎么来？来，倒也不算难看。纵使锦缎再华丽，衬你都黯然失色。还有你说，我称第2，哪个敢称第1？就算是岳衡那个小贱妇，也比我差得远。我阿温兄长现在满心都是我，即便没有这些锦缎，他也不会多看那个贱妇一眼。这话，你怎么可以对岳飞出言不逊呢？你可知道他是当今圣上身边的贵人？岳飞？什么岳飞？林毅，是你负了我！你去死啊！你去死！来人啊！先扶女君去休息。你去死！你怎么不去死？你去死！你去死！明知此处不欢迎你，为何不请自来？我来关心自己的夫人和孩子，有什么不同？你怎么还有脸称君华为夫人？你算他哪门子的老许？那也比你强。你苦苦纠缠君华了几10年，他连正眼都没看过。子成，阿福来时有重要的事情。樊长一案牵扯军械，应交廷尉府审理，你又何必趟着浑水？而且此案牵扯朝中从容功臣，他们都是跟随圣上建国，享无上荣耀。圣上怎么能因为区区的一些军械之事，为难肱骨之臣？我与纪大人一同审理此案，是圣上的意思。我想要的只有真相。子胜，你终究年龄尚轻，为父要承担起教导之责，
听阿福一句话，就此罢手吧。当年霍家兄长帮圣上夺下江山，也是子胜一般的年纪。灵异，你凭什么小看人？子胜，我与你站在一处。甭管此案牵扯到谁，你尽管去查。要是有人敢动你分毫，我崔耀第一个和他拼命。崔耀，你这话说的太轻巧了吧？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你我都保不住他。现在他们已经动手。子胜，你可知1个时辰前，赵玉被劫，樊昌现已逃脱。接下来的案子该怎么查？子胜，遇到大麻烦了。饿了吧？这是什么？果干。甜吗？甜。若娘娘真心喜欢娄公子的话，为何会这样为陶干与他？这与为犬畜有何不同？夫人这话说的就不妥了。依夫人看，恩爱夫妻，该如何喂陶干，才不像喂狗啊？那自然是用手喂到对方的嘴里才是啊。那如此说来，你我也不算是恩爱夫妻。夫人就未曾亲手喂陶干放到我嘴里。我们能一样吗？我们可都是老夫老妻了。年轻的时候你喂过呀。不过现在也不晚，我这就管他们要陶干去，也好让他们学一学，真正的恩爱夫妻究竟是什么样。将军，你就别再闹了。晴天白日，都城城门设置关卡，车队只让进不让出。夫君有没有想过，是否有何不妥？是啊。闲杂人等，莫要扰乱公务。我乃曲陵侯程齿，奉旨回京，还望门侯行个方便。原是程将军，将军见谅。上方有令，说是有要犯投捕，小人奉命进严城门，入城者，不论官职大小，不论所因何事，都要一一排查。程将军，小人斗胆，请程将军带到明日，大约便可入城。明日？莫不是门侯欺我官职太小？下官不敢，小的也是奉命办事。程将军，不论官职大小，都要的。领将军到！快走走，快让开，快开城门，快放行，快！程将军，林将军，设卡如此严格，可曾真的抓到疑犯？回林将军话，未曾。我想也是。嫌犯连守卫森严的赵玉都能逃脱，更何况这关卡？你这不过是在扰民罢了。
又见面了，程娘子。林将军，伤可好些了，今日可是又有军务要处置。小伤而已，早就无碍了。这些时日也碰不到伤处。阿父，之前三叔姨女说过吧？去华仙路上，我和三叔母遭遇劫匪，是林将军救了我们。多谢林将军救命之恩。程将军不必这么客气。陈娘子与在下历经生死，又为在下宽衣疗伤，大家不必这么见外。陈娘子脸色苍白，可是病了？不劳将军费心，路程颠簸，看着没力气吧？是吧，阿瑶？是。既然身子不舒服，就早些恢复休息吧。都城严设关卡，在此排队不知还要排多久，就让在下护送你们进都城吧。前方让路！前方让路！何时能到啊？大郎！哎呀，我的大郎啊，你个没良心的呀！你还知道回来呀，大郎啊！你个没良心的呀！你还知道回来呀，大郎啊！阿母，
你虽是庄稼人出身，可也不能将我当弟弟呀。你这手劲儿，我可吃不消。你说你出完了黄差，你为什么不回来？你去什么华县？我听说华县有余孽造反，你要有什么意外，你让阿母怎么还呀？阿母，袅袅也遇险了。是啊，大母，听闻袅袅遭遇贼匪，险些丧命。是，我知道，我听说了，我正要问此事呢。袅袅，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跟你三叔一直在一起呀？你三叔有没有遭遇贼匪呀？你三叔有没有负累受伤啊？哎呀，这个三郎他是读书人呐，他哪受过这种苦啊？三弟，他去那破衙门吃什么喝什么呀？他那个心腹也是个不顶事儿的，连饭都不会做。你让三郎……大郎，你为何一句话都不说？是不是你三弟出了意外，你不敢跟我说呀？老天爷，我是白发人送黑发人。阿母，休要胡言啊！三弟好着呢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啊？那我问你这般多句，你为何一句都不答？你一口气问了这么多句，我总得想一想，先回答哪一句啊？大母，我知道你定是担心叔父叔母，所以我特带了一个口舌灵便的仆妇回来。这仆妇这几个月每日待在叔父叔母身边，这看到的听到的定是不少。打明日起，我就让他巨细靡遗的全都讲给你听。哎呀，干嘛还等到明日啊？现在赶快把人叫到我房中，不要让他跟我说这些时日我的三郎都吃了哪些苦啊！我的三郎是读书人呐，他怎么能吃这么多的苦呢？袅袅果真了得，竟能想出如此方法。阿修日后可得学着点。不可能啊！今日我起了一卦。卦象说家中今日有口舌之分，大母如此偃旗息鼓，真能应卦？那就是你算的不准呗。不可能，就可能，就可能。袅袅，跟我回屋去，阿母有话要问你。你在路上又做什么惹阿母生气了？这一路上我可一直是小心谨慎，从未惹阿母生气的。阿父，今日城门戒严，你不与阿母去商讨一番？急什么？人家林将军都没提半句，显见与我家无关。你还不赶紧进去，别让你阿母等急了。可，阿父。卦象上说的今日家中口舌之分，看来是应在这里了。可怜的袅袅啊！哎，你先跟我说说，这几个月你都做了什么，见了什么人？不许漏下一丁点。啊？全部都要说吗？那可有好几个月呢。好吧，那日我跟着三叔、三叔母一同上路。哎，先说林不疑。叔父应该都跟阿父说了，不过就是那些事儿。你三叔父可没说过什么宽衣疗伤、历经生死啊。阿父，你莫听林不疑夸大其词，我跟他总共都没见过几回。没几次是多少次啊？也就3、4、5、6、7、8回吧。是你们要问的，说了不入耳，你们又不想听，那我不说，那不说也不行。不说，你们若是想打我怎么办？你但说无妨，阿父绝不打你。也不能罚我啊。
我跟阿瑶还约好了要做好多事情呢，不能放我在家抄书。磨蹭什么呀？还不赶紧说！你与那个林将军为何如此熟稔？他还特意送你入城。你说子申亲自打开城门关卡，还亲自接城将四娘子进城，然后再去抓的反常。是，陛下千万不要责怪林将军，他向来最讲规矩。此次恐怕是念及程娘子的救命之恩吧？恐怕不仅仅是救命之恩呐。那还能有什么呀？此生听闻程娘子出事儿，知自己身负重伤于不顾，赶紧去救人，还在抓捕樊昌紧要关头之际，吩咐打开关卡，亲自护送程娘子进城。林子生是何许人也？此事绝对不简单。有何不简单？我每次与他见面都是众目睽睽，而且阿瑶也在。你可知那林不疑是何许人啊？他有好些官职，我可备不全。你呀，你就别瞒着我，你明明知道那个林将军对你是有意图的。那阿母便说说，林不疑到底图我些什么？你阿母是说，林不疑心悦于你。还真是好笑，你们整日说我千不好万不对，何来自信我能高攀上林不疑？即便是林不疑真的心悦于我，女儿只知阿瑶是唯一向女儿提亲之人。那个林不疑啊，不是在剿匪擒贼，就是在重伤休养，他哪有时间与你提亲？那便就是天意，可见还是阿瑶更适合我。如此说来，你就是放不下娄家那门亲事，就算是林不疑心悦于你，你还是要嫁给娄瑶，对不对？说来说去，阿母就是不愿意我嫁给阿瑶，对不对？即便是林不疑并未对我心悦，也要命我为他留一线机会。袅袅，我不是让你要选林不疑，我是希望你能够婚姻圆满，娄家二房示威，你要是嫁给他，娄瑶能护得住你吗？这天下的好儿郎这般多，你为何这般着急？你可以再等一等，看一看，这婚姻大事岂是儿戏？就是啊，阿父阿母、三叔三叔母都是神仙眷侣，我又何尝不是羡慕？只是我知道自己一直以来运气不好，若还要挑三拣四，错过了阿瑶，便想再寻个好的，也是件难事。不如阿母就像大母那般，去寻个老神仙问问，看看我错过了阿瑶，还能不能遇见比阿瑶更合适的。袅袅，休要胡言。当年我把你留在家中，是阿母不好。这些年啊，没有长辈的教导，你看你养成了这个顽劣的性格。你回想一下，这些日子你都做了些什么？你在汝阳王府大打出手，在万府拆桥闯祸，一桩桩一件件荒唐之举。就你这样的性子，嫁到了娄家，你能有安生的日子过吗？在家中，我可以让你投奔你三叔；若是嫁到了娄家，我想护着你都鞭长莫及。那个娄瑶又是个软性子，你如何能够全身而退呀？说到底，阿母就是瞧不上阿瑶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与阿瑶早就商量好了，日后她外放，我随她一起。阿母自可眼不见为净，也不用为我操心。我与阿瑶
也能逃脱父母的掌握，振翅高飞。这就是我想要的姻缘。好，好，那你就和楼瑶在一起。阿母希望你能够恩爱一生，没有波折。我与你阿父不会再说什么了。多谢阿父，多谢阿母。女儿先告退。元姨啊，袅袅还小啊，日后她会懂得你的苦心的。再说娄公子也不错，虽然性格软绵些，可也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。袅袅驾驭他未必坏。林无疑如今正决地3尺，也要查清樊昌一案，不知又要触碰多少人逆鳞。我还庆幸少商与之没什么瓜葛呢。好了，别难过了。夫君，陛下。这程家小娘再好，那是和娄家定亲的。朕啊，只是心疼子生。自他阿父娶了程于氏，逼封他阿母之后啊，这婚事就成了他的一个心结。他宁愿背负不孝忤逆之名，也要和程阳侯划清界限。朝臣们还参他不孝。殊不知啊，他才是这世上至真、至孝、至善之人呐。您说这程阳侯此生娶妻2回，却只生1子，这凌将军呢，假若能服个软，想享何等的滔天富贵呀！可是他为了母亲，却不为所动啊！朕竟祸失全族性命，就算是偏疼子生一点，也无法弥补当年的憾事啊！嘿，谁想到啊，令这些朝臣一个一个的嘴馋眼红了，变着法儿的在朕的面前啊，诋毁诬陷他。你瞧瞧这些书报，明明是廷尉府监管不力，才弄丢了樊昌。子胜不过就是协助审案，才回都城没几日，一个个急着啊，给他扣上这么一个懈怠失职之罪名。那这次凌将军能抓回樊昌吗？朕信他。就像当年，朕信任霍兄一般。